骗走本金，你就会知道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的虚假需求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懂得为什么99%的 AI 应用都不赚钱，可芯片还能售卖的那么火爆，你就会看清顶级机构和内幕人士正用什么方式悄悄撤退，而普通投资者还在往里面冲。最后你会得到最实际的投资判断，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泡沫破裂的时候，不但不亏钱，还能抓住属于你的机会。要是这些内容你没弄明白，接下来的半年里，你在美股市场中很有可能会碰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本金回撤。现在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英伟达还能不能接着往上涨，再创造新的市值高峰，还是和我一样觉得它马上就会崩盘？把你的判断打在评论区吧，看看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一样。要是你也想要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明白，先点个赞，收藏起来，不然之后讲到关键地方，你可能真就找不到。就在2026年5月4日，英伟达刚交出一份让全市场都激动的财报，季度营收做到了441亿美元，同比增长直接达到69%，几乎全部投行和分析师都在提高目标价。财报发布之后，所有财经媒体都在说 AI 的时代还没结束，英伟达的传奇还在延续。当天，英伟达收盘价是198.45美元，市值冲到4.82万亿美元，市销率达到22.33倍。初一看，什么都好像挺不错的，不是吗？一个全球垄断的科技巨头，有着将近70%的营收增长速度，掌控着整个 AI 时代的关键命脉，好像跟着它就能轻松赚到时代红利。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就是在这份所有人都在称赞的财报里，藏着3个能直接让英伟达受到严重打击的缺陷，可是90%的人压根都没发现。我做风险分析已经有很多年，见过很多看似光鲜的财报，背后全是缺陷。当年互联网泡沫里的思科，加密货币牛市中的矿卡厂商，都是用好看的数据把快要崩塌的数据基础给遮盖起来。现在的英伟达正走在完全一样的路上。第一个你得弄清楚的缺陷，就是它的毛利率来了个断崖式的下降，从之前的73%一下子降到了60.5%。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会觉得，不就是毛利率降了好几个百分点，营收还在飞快增长，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你也这么想，那你可得留意，你已经掉进华尔街给你设的第一个认知陷阱。英伟达能拿到资本市场这么高的估值，它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不是它的营收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它在 AI 芯片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还有它无法被动摇的定价权。73%的毛利率是个什么概念？卖一块价值10000美元的芯片，有7300美元都是毛利。这个数字在整个重资产、高研发的半导体行业可是顶尖级别的存在。这种超高的毛利率体现的是它在产业链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是下游客户就算排队加价也要购买它芯片的绝对刚需，更是资本市场愿意给它几十倍市销率的核心基础。现在这个基础开始出现裂缝了，从73%直接降到60.5%，这不是正常的经营波动，而是断崖式下跌，是它的定价权正在迅速瓦解的最直接信号。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很多人会把毛利率下跌归因为原材料成本上涨或者研发投入增加，但根本不是这样子的。真正让毛利率崩溃的核心原因是他手里的旧款芯片，也就是 H100正在以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速度贬值。芯片这玩意儿和超市里的生鲜产品一样，是有明确保质期的。新一代芯片一旦出现，旧款芯片的价值就会马上大幅下降，甚至直接就成了一堆卖不出去的废铁砸在手里。在英伟达这次的财报里，光库存减记就有45亿美元。很多人可能不明白库存减记是什么意思，我用大实话跟你说，就是它仓库里的芯片已经没价值了，只能在财务报表上把那些消失的价值直接去掉。这并不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这是实实在在的亏损，只是被那个69%的营收增长数字给完美盖住了。你先记着这个点，往后它会忽然变得特别关键。第二个致命漏洞是它的营收质量正在严重变差，渠道里的库存像一堵快要决堤的湖，已经到了随时决堤的地步。绝大多数人看财务报表的时候，仅仅盯着营收的数字有没有变动，却完全不会去关注这营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英伟达这441亿美元的季度营收全都是下游客户真金白银买走芯片，实打实付了钱的？
根本不是。这里面很大一部分营收都是英伟达用极其宽松的账期把芯片硬塞给渠道商，硬生生做出来的。他给渠道商的账期最长给到了多少？18个月。我给你举个生活化的例子，你瞬间就能明白这里面的猫腻。你开了一家服装店，上游的品牌方过来跟你说，我这里有一批新款衣服，你先全部拿走，放到你的店里卖，1分钱都不用先给我。1年半之后，你卖出去了再给我结账，卖不出去，你把货退给我就行。这种条件换作是你会不会拿？大概率会，对吧？因为你没有任何风险，不用垫钱，卖不掉还能退。但你觉得品牌方把这批货放到你的店里就能算成他已经实现的营收吗？从财务规则上它可以这么算，但从商业本质上这根本不是真实的营收，这只是把库存从品牌方的仓库转移到了你的仓库里而已。一旦后面市场行情不好，衣服卖不掉，你只会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去。到那个时候，品牌方之前记在账上的营收全都会变成坏账，一分不少的全部吐出来。现在英伟达做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他用18个月的超长账期，把大量的芯片押给了渠道商，把渠道商的仓库变成了自己的体外库存，然后把这些押出去的货全都算成了自己的季度营收，做出了一份超预期的财报。但你猜，现在渠道里的库存已经堆到了多少？22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它一个季度的总营收才441亿美元，渠道里压的货已经快到它半个季度的总营收了。这就像一个悬在头顶的堰塞湖，水位越涨越高，一旦决堤就是毁灭性的价格踩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和2018年加密货币矿潮崩盘之前的场景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时显卡厂商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疯狂给渠道压货，所有人都觉得矿潮会一直持续下去，显卡会永远供不应求。结果呢，矿潮一退，加密货币价格崩盘，矿工手里的显卡大量流入二手市场，新卡根本卖不动，渠道商集体退货，显卡价格直接腰斩，相关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现在的 AI 芯片正在走一模一样的路。第三个你必须看清的漏洞是它的资本支出正在疯狂激增，公司的生命线自由现金流随时都面临断裂的风险。很多散户买股票只会盯着利润表看这家公司赚了多少钱，营收涨了多少，根本不会去看现金流量表，更不会关心这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跟你说，对一家公司来说，利润只是表象，自由现金流才是它真正的生命线。营收再高，账面利润再好看，如果现金流断了，公司说没就没。现在的英伟达正在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为了维持市场对它的高增长预期，它正在疯狂砸钱建设数据中心，扩大芯片产能，资本开支的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营收增速。一边是毛利率断崖式下跌，利润的质量越来越差，能赚到的现金越来越少；一边是资本开支疯狂上涨，花钱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进一出之间，意味着英伟达的自由现金流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随时可能转负。你想想，一家市值将近5万亿美元，被全市场当成科技核心资产的公司，一旦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资本市场会给它什么样的反应？之前给它的所有高估值、所有的增长预期，都会在瞬间被彻底推翻，股价的下跌只会是雪崩式的。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之前看财报只看营收增长，从来没注意过这3个致命细节，那就顺手点个赞，让我知道你已经抓到了这份财报里藏着的陷阱。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反驳我，就算财报里有这些漏洞，那又怎么样？现在 AI 这么火，全世界都在做 AI 大模型，都需要英伟达的芯片，真实的需求就摆在这儿，它怎么可能崩？但问题来了，这个被所有人挂在嘴边的天量需求根本就是假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囚徒困境，演出来的虚假繁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整个 AI 行业最尴尬的现实是什么？不是技术遇到了瓶颈，不是监管越来越严，而是下游的 AI 应用99%都不赚钱。不管是爆火的 Chatbot， 还是 AI 绘画，还是各种各样的 AI 生成式应用，看起来用户量很大，全网热度很高，话题度拉满。但你真的去扒一扒这些公司的财务情况，会发现几乎全都是亏损的。为什么会这样？核心原因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古腾堡陷阱，也就是高昂的算力成本。
根本无法被覆盖。你开发一个 AI 应用，要调用大模型，要跑算力，用户每一次的提问，每一次图片的生成，每一次的内容创作都在实打实烧钱，而你能从用户手里赚到的钱根本覆盖不了这个烧钱的速度。我觉得这个行业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喊 AI 改变世界，都在说 AI 是第4次工业革命，是未来10年最大的风口。但到现在为止，除了卖铲子的英伟达，整个 AI 产业链里几乎没有能稳定盈利的应用层公司。这就像当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西部去淘金，都觉得自己能挖到金矿，一夜暴富。最后呢，真正赚到钱的不是淘金的人，而是卖牛仔裤、卖铲子、卖矿泉水的人。英伟达就是这场 AI 淘金热里那个卖铲子的人。但你别忘了，淘金热总有退潮的一天。当那些淘金的人发现自己挖了半天根本挖不到金子，连饭都吃不上，连回家的路费都赚不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再买你的铲子吗？绝对不会，他们只会立刻停下所有的投入，转身离开。现在的 AI 行业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很多公司已经不再执着于抢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不再去追最新款的 GPU， 而是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低端芯片，甚至直接放弃闭源大模型，转向开源模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本质上就是因为赚不到钱了。当你的 AI 应用根本带不来稳定的收入和利润，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降本。你不会再为了所谓的一点点性能提升，去花几倍的价格买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你只会选最便宜、最够用的方案。这对英伟达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的超高毛利全靠高端芯片撑着。一旦整个市场开始从高端转向低端，它的毛利率只会继续下跌，跌得比现在还狠。之前的估值逻辑会被彻底打碎。还有人会说，你看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全球顶级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买英伟达的芯片，都在砸钱做大模型，这难道不是真实需求吗？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这些大公司疯狂采购芯片，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真实的用户需求，不是因为他们的 AI 业务赚了多少钱，而是出于一场防御性的军备竞赛，是一场谁都不敢先停下来的囚徒困境。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瞬间就能明白。现在的 AI 大模型就像是互联网巨头手里的核武器。你是一家全球顶级的科技公司，你的竞争对手都在砸钱做大模型，都在疯狂买芯片提升算力，都在说 AI 是未来。这个时候你敢不买吗？你敢不做吗？你不敢，因为你不做，万一这个东西真的成了未来的核心，你就会直接被时代淘汰，从巨头的位置上掉下来。所以哪怕你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现在这个东西根本赚不到钱，哪怕你知道买来的芯片大部分时间都在机房里闲置，你也必须买，必须跟进，必须把这场军备竞赛打下去。这就是囚徒困境，所有的巨头都被困在里面，谁都不敢先停下来，谁先停，谁就可能输掉未来。但你猜，这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能一直持续下去吗？绝对不可能，因为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都不可能无限期的烧钱去做一件看不到盈利希望的事。公司的股东不会答应，资本市场也不会答应。当烧钱的速度超过了公司能承受的极限，当所有人都发现 AI 根本带不来预期的收入和利润，这场军备竞赛只会瞬间熄火。到那个时候，谁还会去疯狂采购英伟达的芯片？用脚想都知道，不可能。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是 Gartner 统计出来的，现在已经交付到这些大公司手里的英伟达芯片，实际的开机率不足35%。什么概念？就是100块已经卖出去的芯片里，只有35块在真正运转，在处理真实的用户需求，剩下的65块全都放在机房里吃灰。这是多么可怕的资源浪费，又是多么虚假的市场需求。你想想，连已经买回去的芯片都用不完，都在闲置，这些科技巨头未来还会继续大规模采购吗？答案已经很明显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更可怕的是，二手芯片市场的踩踏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苗头。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2018年矿卡崩盘，当时矿潮退了，加密货币价格暴跌，矿工手里的显卡大量流入二手市场，价格直接崩了，新卡根本卖不动，厂商的库存直接爆掉。现在的 AI 芯片正在走一模一样的路。一旦这些科技巨头停止大规模采购，一旦渠道商发现手里的芯片根本卖不出去，大量的二手 AI 芯片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
价格会直接跳水。到那个时候，英伟达的新芯片还卖得出去吗？它仓库里的库存只会越堆越高，毛利率只会越来越低，直接进入一个死亡循环。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再往深了看一层。如果说基本面的漏洞、产业链的虚假需求都是埋在水下的暗礁，那资本市场里资金的撤离就是这场泡沫即将破裂的最明确的信号。资本市场里有一句话永远不会错：价格是表象，资金才是真相。当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喊英伟达万岁，当所有的散户都在冲进去买 AI 概念股，当所有人都觉得 AI 会永远涨的时候，那些真正掌握内幕信息、手里拿着大资金的 Smart Money 正在用最快的速度从这场盛宴里离场。首先，你必须知道的是英伟达内部人士的疯狂抛售。根据美国 SEC 披露的官方信息，英伟达的内幕人士，也就是公司的高管、核心创始团队成员，已经累计卖出了95.4万股。你要明白，这些人是全世界最了解英伟达真实经营情况的人，他们比任何分析师、任何投行、任何散户都更清楚公司的业绩到底是怎么来的，渠道里的库存有多少，未来的增长到底有没有可持续性。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英伟达的股价还能继续涨，公司的市值还能再创新高， AI 的红利还能吃很多年，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卖出手里的股票吗？绝对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现在的股价已经严重透支了公司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增长，现在不卖，后面泡沫一破裂，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套现机会了。这就很奇怪了，一边是最了解公司的高管在疯狂套现离场，一边是根本看不懂财报的普通散户在疯狂买入，觉得自己捡到了时代的红利。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泡沫破裂之前都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场景？里面的人想尽办法要出来，外面的人想尽办法要进去，最后冲进去的人全成了接盘侠。除了内部人士的抛售，更值得你警惕的是全球顶级投资机构的集体撤离。很多人都知道，巴菲特、桥水这些顶级机构就是资本市场里的定海神针，他们的一举一动往往代表着市场里最聪明的资金的方向。而现在，这些机构已经开始清仓或者大规模减持英伟达以及相关的 AI 概念股票了。巴菲特是什么人？他是价值投资的鼻祖，是经历过无数次牛熊转换，见过无数次泡沫破裂的人。他从来不会碰这种高估值、纯概念的东西。当年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他就因为坚决不碰科技股，被全市场嘲笑，说他老了，跟不上时代了，看不懂互联网的未来了。结果呢，泡沫一破裂，无数人亏得底朝天，只有他安然无恙，还在低位捡到了大量的优质筹码。现在他清仓了英伟达相关的持仓，你觉得是他又老了，又看不懂时代了，还是他又一次看到了泡沫的顶点，提前离场了？还有桥水，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它的创始人达利欧最擅长的就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判断和市场泡沫的识别。现在桥水也在大规模减持 AI 相关的股票，这些顶级机构用真金白银投了票，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他们不看好这个市场了。而很多普通投资者还在看着 K 线图，觉得每一次回调都是上车的机会，还在义无反顾地往里冲。这里我必须跟你算一笔账，现在英伟达的市销率是22.33倍，很多散户根本不知道市销率是什么意思。我给你翻译成人话，就是资本市场给英伟达的估值是它每年销售收入的22倍还多，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哪怕它未来每年都能保持69%的营收增长，也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掉这个估值。更何况它现在的增长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漏洞，这么多的虚假成分，未来能不能保持增长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个估值已经把它未来5到10年的增长预期全部透支完了。一旦未来的增长不及预期，甚至出现下滑，股价的下跌只会是雪崩式的，根本不会给你任何逃跑的机会。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估值的时候，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上一次看到这么夸张的估值，还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当时的思科和现在的英伟达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现在发生在英伟达身上的所有事情，你回头去看2000年的思科，会发现连剧本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给你完整复盘一下当年的思科，你就知道现在的英伟达
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所有人都在说互联网会改变世界，会诞生全新的商业模式，会创造无数的财富神话。而当时的思科是做什么的？它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绝对龙头，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所有的互联网公司要建网站，要搭网络，要做业务，都必须买思科的设备。就像现在所有做 AI 的公司要做大模型，要跑算力，都必须买英伟达的芯片一样。当时的思科业绩连年暴涨，营收增速常年保持在50%以上，毛利率高得吓人。资本市场给了它极高的估值。在2000年3月，思科的市值达到了顶峰，超过了微软，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当时的市场里，所有人都在喊互联网改变世界，思科是永远的神，它的股价还能继续涨，互联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你听听这些话，和现在喊英伟达的人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结果呢？互联网泡沫破裂，思科的股价从最高点的80多美元一路跌到了不到10美元，跌幅超过90%，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一辈子的积蓄都亏在了这场泡沫里。为什么会这样？和现在的英伟达是一模一样的逻辑。当时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疯狂烧钱，疯狂买思科的设备，搞军备竞赛，哪怕根本没有真实的用户需求，哪怕根本赚不到钱，哪怕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也要买思科的设备，也要把网站搭起来。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未来，不跟进就会被时代淘汰。结果呢，当烧钱烧不下去了，互联网公司批量倒闭，再也没人买思科的设备了。思科的业绩瞬间崩塌，渠道里的库存大量积压，毛利率暴跌，股价直接崩盘。你现在回头看，当年的思科就是互联网泡沫里那个卖铲子的人，而现在的英伟达就是这场 AI 泡沫里卖铲子的人，剧本都是一样的，只是主角换了，时间换了而已。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次不一样， AI 是真的能改变世界，和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但我想告诉你，每一次泡沫来临的时候，市场里的所有人都会说这次不一样。1929年的美股大崩盘，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每一次都有无数人站出来说这次不一样。我们有了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过去的经济规律已经不适用了。但结果呢，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结局，因为人性从来都没有变过。贪婪和恐惧永远是资本市场里不变的主题。当所有人都被技术信仰冲昏了头脑，都觉得自己能在泡沫里赚到钱，都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接盘侠的时候，泡沫的破裂就已经不远了。讲到这里，如果你也认同历史的规律永远不会失效，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这种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藏着巨大风险的投资陷阱，让你在市场里永远比别人先走一步。看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泡沫会不会破裂，而是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我手里拿着英伟达的股票，要不要卖？我想布局 AI 赛道，还能不能进？我不想错过 AI 的时代红利，又不想在泡沫里亏掉本金，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我给普通投资者3条最实在的建议，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没有任何高深的理论，都是普通人能直接落地执行的。你只要照着做，就能大概率避开这场泡沫破裂的风险，甚至能在未来抓住真正属于你的机会。第一条建议，逐步减仓，落袋为安。如果你现在手里拿着英伟达或者其他高估值的 AI 概念股票，而且已经有了不错的盈利，我劝你不要贪心，不要想着再吃最后一口肉，不要想着一定要卖在最高点，逐步减仓，把赚到的钱真正拿到手里才是最稳妥的选择。你要永远记住，在资本市场里，只有落袋为安的钱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钱。账面上的浮盈随时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很多人会问我，万一我卖了之后它又涨了怎么办？我跟你说，在泡沫的末期，你永远不可能卖在最高点，没有人能精准抄底，也没有人能精准逃顶。你要做的不是赚进市场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而是在风险来临之前安全离场。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有无数人就是因为贪心，觉得股价还能再涨，舍不得卖，结果从大幅盈利拿到深度亏损，最后一套就是10几年，一辈子都解不了套。这样的悲剧，我不希望发生在你的身上。第二条建议，拒绝所有纯概念炒作的 AI 公司。现在的美股市场，甚至是全球的资本市场，有太多的公司
只要沾一点 AI 的边，只要在财报里提几句 AI 布局，股价就能被炒上天，直接翻倍。但你去认真看它的财报，去看它的业务，根本没有任何和 AI 相关的实际收入，也没有任何能落地的商业场景，全都是在讲故事、画大饼。这种公司就是纯纯的赌博，是泡沫里最脆弱的部分。一旦 AI 泡沫破裂，他们会跌得比英伟达还惨，甚至会直接退市，让你手里的股票变成一张废纸，1分钱都拿不回来。你要永远记住，投资的本质是投公司的现金流，是投公司的真实盈利能力。没有真实业务，没有稳定现金流，只靠讲故事炒概念的公司，不管它的故事讲得有多好听，不管 AI 的前景有多广阔，都绝对不要碰。第3条建议，如果你真的想长期布局 AI 赛道，就去关注那些有真实现金流、有业务集成能力的行业巨头。我不是说 AI 这个技术没有价值，恰恰相反， AI 绝对是伟大的技术革命，它未来一定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定会诞生出真正伟大的公司。但这和现在的泡沫是两回事。如果你真的想长期布局，不想错过 AI 的时代红利，那你不要去碰那些高估值的芯片公司，不要去碰那些纯概念的 AI 小公司，去看那些有自己的主营业务，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有能力把 AI 真正集成到业务里的巨头，比如谷歌、微软。为什么是他们？因为这些公司有自己的基本盘，哪怕 AI 业务短期不赚钱，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根基，不会出现股价崩盘的风险。而且他们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和用户体量，能把 AI 真正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和利润。比如微软，它把 GPT 集成到了 Office 全家桶里，集成到了 Azure 云服务里，能直接从用户手里收到钱，能把 AI 能力转化成真实的营收，这才是真正的 AI 业务落地，而不是像那些小公司一样只会画大饼、讲概念。在泡沫破裂的时候，这些有真实业绩支撑的巨头，抗风险能力会比那些纯概念公司强100倍都不止。最后，我说说我对后市的判断。我个人的判断是，这场持续了数年的 AI 超级泡沫，大概率会在2026年下半年迎来正式的破裂。英伟达的股价，第一，目标位会跌到150美元；第二，目标位会跌到100美元。而整个美股市场也会因为这场泡沫的破裂，迎来30%以上的深度调整。当然，我再强调一遍，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我还是那句话 ，AI 是伟大的技术革命，它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但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要经历先泡沫后落地的过程，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才洗掉了那些讲故事、炒概念的公司，才诞生了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这些真正伟大的公司。现在的 AI 还处在泡沫的最顶峰，还处在所有人都疯狂的阶段。只有等泡沫破裂、潮水退去，你才能看到谁在裸泳，才能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而现在，你最该做的不是冲进去赌一把，而是保住自己的本金，耐心等待机会。投资这件事，比的从来都不是谁一时赚得多，而是谁能在市场里活得更久。巴菲特能成为股神，不是因为他每年都能赚翻倍的收益，而是因为他能常年保持稳定的收益，并且永远把保住本金放在第一位。最后，我想跟你说，在资本市场里，最可怕的不是下跌，不是亏损，而是你被市场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别人画的大饼当成了真相，把别人精心布下的陷阱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你永远要记住，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交易的指导。所有涉及投资金融的相关决策，你都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任何决策带来的结果都需要你自行承担。